达尔文那集 DNA 检测技术被成熟的运用在法医学是在2000年以后，而在这之前呢，人们更多用的是指纹识别。从2个世纪前开始，指纹识别就已经开始运用在刑侦领域，因为它除了具有唯一性以外呢，还非常方便采集进行备案。在世界范围很多大案侦破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技术就是牙齿识别，但是牙齿识别的刑侦技术却远不如指纹发展的快，由此也铸成了很多起冤案。那今天这期内容就要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美国冤案平反计划中的因为齿痕而造成的2起重大冤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90年。1990年9月15日晚上，一位母亲给3个女儿洗完澡以后，就让她们到床上睡觉，自己呢就和闺蜜一起去俱乐部参加聚会。结果第2天天亮回家以后，发现2女儿3岁的寇特尼·史密斯并不在家，和她睡在一起的5岁姐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以为寇特尼是被妈妈带走的。联系过所有的亲人之后呢，他们意识到寇特尼是真的失踪了，于是他们迅速报了警。警察就在周边的居民家里进行走访和调查，都没有人见过寇特尼。1990年9月17日，女孩失踪的2天后的早上，他们在村子里的一处池塘找到了已经遇害的女孩，她面部朝下浮在水面上，衣衫不整。所有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事情很快就传遍了不大的诺克苏比县所有人都既感到恐慌，又十分的愤慨。究竟是谁如此丧尽天良，对一个3岁的女孩下如此毒手？遗体经过法医病理学者史蒂文·海恩的检查后发现，寇特尼死因是被勒至窒息而身亡，有被性侵的痕迹，在右手的手腕还有几处伤痕。法医初步判断这是一个人类的咬痕。由于当时还没有 DNA 检测技术，所以这个咬痕就成了最大的线索，也是能确认凶手的唯一突破口。因为牙齿的咬痕就像人的指纹一样，都具有唯一性，也是当时的新型破案手段。他们请来了在密西西比州经验丰富的法证口腔学专家迈克尔·维斯特医生，对这些牙印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那另一边，警方继续排查女孩失踪的24小时内在房子周边逗留或进入过房子的人，结果整理出了12个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也直接采集了12个牙印。那另外也需要人证来认定其中的嫌疑人。当时和寇特尼在一起的只有她5岁的姐姐，因为害怕她的记忆出现偏差，所以警方只能找专人慢慢的引导她进行回忆。如果有人进入过家里，那么这个人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他根据模糊的记忆向警方描述，那是一个耳朵上有硬币的男人。人们很快就理解，就是戴着耳钉、耳环的男人进了家里，然后抱走了妹妹。警方询问孩子的母亲他所认识的人中有谁是戴着耳环的？他很快就说出了一个叫勒文·布鲁克斯的黑人男性名字。32岁的勒文是在一家俱乐部工作，在早些时候，他和孩子的母亲发展过一段恋情，但最终没能在一起。孩子的母亲就怀疑，因为没有得到我，所以他是怀恨在心，就报复在孩子身上。而这个勒文也在这12人的名单里，警方马上把勒文带走问话。这勒文也是喜闻乐见他说，由于一直在忙着工作，所以对镇上发生的这个事情不太了解。那有人就觉得他是在装不知道。那警方决定再次找来证人5岁的姐姐，他们把12人的照片缩减成6个，让他来指认当天晚上抱走妹妹的男人。姐姐最终指向了勒文的照片。那在警方把勒文当作第一嫌疑人以后，经验丰富的口腔专家维斯特医生利用制作完成的咬痕模具和勒文的牙齿进行比对，得出结论对比的结果是相差无几。最后勒文还是站上了法庭的被告席。那认识勒文的人都不敢相信这一切，那平日里很有素养的勒文居然会做出这么残暴的事情。但事发当天，他从晚上到次日凌晨1点半一直在俱乐部工作，是有很多证人的。但寇特尼被抱走的时间也可能是夜里的1点半之后。而5岁的女孩也对他进行了指认，再加上维斯特医生的牙齿咬痕鉴定结果，被法庭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铁证。那人证鉴定结果、作案动机全都具备，陪审员们也纷纷做出了勒文有罪的决定。最后，勒文被判处死刑。被告席上的他无力地低下了头，在做最后陈述的时候说：“那我知道你们用了很多方法来证明我有罪，但我要说的是，我没有做。”后来事情出现了一点转机，那就是勒文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案件结束后的小镇仿佛又回归了往日的平静和安宁。但是意外很快又来了，另一个3岁的女童克里斯蒂娜也在半夜被凶手抱走。她的遭遇和寇特尼一模一样，2天后同样是在水面上找到了她的遗体，并且也同样有许多咬痕。但勒文明明已经在狱中服刑了，他怎么还能够再次作案呢？警方也感到这个事情很蹊跷。懂了，是有人模仿作案。那说句题外话，一般模仿作案都是在案犯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罪犯都已经落网了，而且被判刑了，那模仿作案还有什么意义呢？但当时警方并没有研究2起事件是否为同一人所为，就下了这个模仿作案的结论，继续调查抓人。那最后，同样女孩母亲的男友肯尼·布罗尔立刻成为了重大嫌疑犯，因为事发晚上10点半，肯尼和女孩是独处的。1个小时后呢，女孩的母亲回家，并没有查看女儿的状况，就回房间和肯尼一起休息了。所以他认为是肯尼杀害了克里斯蒂娜，但肯尼也和勒文一样否认警察的指控，声称自己也没有犯罪。他认为是有人半夜从窗户爬进去把女孩给抱走了，这让警方觉得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因此还加重了他的嫌疑。而2个女童的离世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那镇上的居民都是人心惶惶。所以法院希望这起案件尽快了结，于是向肯尼提出了变诉交易。那所谓变诉交易，就是法院在开庭审判前和被告对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而如果你坦白自己的罪行，那么就可以换取从轻处罚。那从轻多少就取决于你的认罪程度和态度。但肯尼拒绝了这个交易，并且态度非常坚决，这让他的辩护律师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在之前的过程中也一直在认为肯尼是有罪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黑人吧。按照以往的经验一般委托人遇到变诉交易都会很乐意配合，但肯尼的拒绝才让他意识到他可能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起案件和之前那起一样，调查和庭审的是同一批人，所以案件中的牙齿咬痕鉴定专家自然也就是经验丰富的维斯特医生。他这次用了相同的办法比对咬痕，结果发现肯尼的牙齿咬痕也是高度吻合。那给出的鉴定结果是咬痕毋庸置疑是肯尼造成的。确实，毋庸置疑这个词给了所有陪审员充分的信心。那肯尼的罪行基本也就被定了下来。但辩护律师感觉维斯特医生的检验方式好像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他请来了另外一位有名的齿痕专家理查德·索维隆医生来重新核验。这个人是真的非常厉害他就是用齿痕鉴定确定了连环杀手泰德·邦迪的罪行。也是因为泰德·邦迪的定罪才让牙齿咬痕分析成为了侦破案件的手段之一。他用完全不同的检验方法推翻了维斯特医生的结论，也指出了维斯特在比对咬痕的时候存在重大的操作不规范。那比如说拿嫌疑人的牙齿模具在这个齿痕上比对的时候，遇到对不上的齿痕他就转动模具，强行把齿痕给对上他有自己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咬人的时候不会留下很圆的这种牙印，比如说凶手的头部扭动或者是这个被害人的反抗，都会造成牙齿瞬间就咬到其他的地方那我们看，其实这个说辞和鉴定结果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索维隆医生的结论排除了那是肯尼的牙印，但陪审团们还是先入为主的相信了维斯特医生的结果，一致判定肯尼有罪。那最后肯尼被判处死刑，案件就这样结束了。入狱后的肯尼就没有放弃，依然为自由而战，但是屡遭现实的残酷打击。被关押5年之后，他向纽约的一个组织冤案平反计划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全都告诉了对方。而究竟能不能得到重视和行动，就只能看天意了。2000年冤案平反计划开始受理肯尼的案件，这时候 DNA 检测技术已经是最为准确的鉴定手段，于是他们计划将肯尼的体液和受害者身上采集到的样本进行比对，结果发现并不匹配，所以肯尼很显然和这一起案件无关，就是这么简单。那所有人都以为有了这个结果就可以帮助肯尼洗清冤屈，得到自由但是事情却并没有非常的顺利。首先是办理平反的程序非常的繁多，然后就是这个结果再次让当时的调查人员感到疑惑，这明明专家都已经给出了铁证，怎么会出现错误呢？那肯定是哪里不对呀。懂了他肯定还有共犯，对吧？虽然提取到了体液样本，但并不是肯尼的，那就说明是共犯的。不然的话，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轻易的被别人在深夜给抱走呢？那肯定是肯尼在家里做内应所以决定不能放人，必须重审案件。这冤案平反计划决定帮助肯尼，并且成为他的辩护律师。
首先是小女孩家的那个窗子啊，确实足够一个成年人爬进去，或者伸手进去将小女孩揪起来给抱走。再就是女孩身上的咬痕的问题啊，他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河中呢有许多河虾，于是他们决定在一头死亡的小猪身上做实验。不久后呢，发现小猪身上被河虾咬了很多道伤口，而这些伤口啊，恰好与死者身上的咬痕相差无几。这就说明女孩身上的咬痕很可能是河虾咬的。他们后来又得知，当年在周边也有过类似的案件，那同样在坐牢的人就是勒文。由于这2起案件呢相似度极高，所以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勒文已经在服刑了，所以肯尼的案件一定不是他干的。那么他会不会也是被冤枉的呢？他们就找到了勒文，希望能帮助他洗脱冤屈。这由于时间太久啊，勒文案的样本已经无法提取了，也就无法通过 DNA 检测勒文是否和他的案件有关。但案件在最后出现了转机，当平反计划就了解到勒文案中的证人竟然是遇害者仅有5岁的姐姐啊！要知道，一个5岁的孩子啊，并没有具备当证人的能力。那首先他的记忆是很模糊的，而且证词啊会在任何一个诱导因素下产生偏差，所以他所描述的犯人特征啊，大部分都属于是小孩的想象，那并不完全可信但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其实这个人早已经在警方的调查范围了。冤案平反计划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了2个案件的候选嫌疑人中，他的名字叫贾斯汀，曾经不只有过1次性侵的案底，但在勒文和肯尼的案中由于警方过度的关注咬痕这条线索，而把他给忽略了，导致他就此逃出了法网，让别人替他背负了罪名。警方迅速的出动，把他捉拿归案。逃避不过良心谴责的他，最终是承认了那2起恶劣的凶杀案都是自己所为，但自己并没有咬过那2个女孩，所以他们身上的咬痕都有可能是外物造成的。也就是说，当初从咬痕这个方向出发，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根本就不是咬痕。但不管怎样，勒文和肯尼2人终于是洗脱嫌疑，获得了自由。但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的青春就此浪费在了狱中。如果当初警方不要只从一个齿痕的角度看问题的话，那说不定他们就不用白白背负这么多年的冤屈。而且如果第一宗案件就能进行有效的调查，及时修正错误，并找到正确的方向，那么第2起冤案也就不会发生。那第2个遇害的女孩呢，或许也就不会有后面的遭遇了。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看到最后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